大家好，我是莫川。这轮比赛确实压力挺大的，成哥为了帮我放松，带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蹦迪。他跟我说里边运动特别剧烈，所以我就换了个运动 T 恤。但是进去之后发现我那个运动 T 恤不知道是用的劣质洗衣粉还是晒的时间长了，在那个黑咕隆咚的夜店里边发着紫色的光，胸口4个字母 ANTA 特别明显。而且那个夜店里边声音太大了，我为了保护我的耳鼓膜，所以我全程都是张着嘴的。结果路过了一个喝多的哥们儿，往我嘴里边扔了把瓜子皮。而且他们还会在舞池里边排火车，我是排了15分钟才知道，不是排队上厕所。更难受的是出不来了，因为我穿着那个发光的 T 恤，他们把我当火车头了。推着我满场到处走，我还回头试图跟后面那个哥们儿解释，我一回头那哥们儿指着我衣服下面底下那行小字说 keep moving keep moving。 幸好最后还是找到了厕所，还成功把火车开进去了。今年压力确实大，而且会感觉到脱口秀会受到 AI 的冲击，因为今年春晚已经用机器人开始赚手绢了，已经威胁到2人转演员了，唇亡齿寒。我还问 DeepSeek， 我说随着 AI 的发展，脱口秀行业最先淘汰什么样的演员？他告诉我文本型的演员。更恐怖的是，我问他最喜欢的电影，他告诉我是《终结者》。我觉得中国能拍自己的《终结者》，就是公元2030几年，DeepSeek统治全球，然后人类反抗军只能派人传送到公元2007年，把 DeepSeek 创始人梁万峰的高考志愿给改了。我现在其实能做的也有限，我现在就是把节目里边所有观众笑不出来的段子都喂给 DeepSeek。我告诉他这些很好笑，我污染他的训练数据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给车轮偷偷放气儿。而且不干脱口秀也没啥能干的，现在好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像我这样36、7岁，有经历有经验，跳槽到一些互联网大平台送外卖，然后到50岁再找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当保安，对外宣称是某某单位处级干部，完成山东人的人生梦想。然后有亲戚来托人说，哎，听说你能让孩子进这个单位啊？就说能，你孩子送外卖我能放他进去。而且现在确实找工作难，还不能提自己干过脱口秀，要不人家公司也害怕，下午公司出个事，晚上就在开放麦听着了。以前我上班的公司不知道这些，跟我要了些票，然后那天我是主持人，负责跟观众互动嘛，但没想到他们按山东的规矩，把领导安排到了第一排。我就跟领导互动，我说领导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向您学习，就是请问想像您一样当上领导，应该给谁送礼呢？领导没说话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脱口秀判断是准的，我觉得这个互动方向应该是对的。我接着问，那您现在都捞回来了吗？我让领导知道了什么叫互动技巧，领导让我知道什么叫主动离职。主动离职嘛，就是把人恶心走。后来怕闹大了，才赔偿的我 N+1。毕竟裁我这种员工，就相当于裁员裁到头发了，就是不痛不痒，但很容易很难看。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上一个公司，确实也学到了很多。我也是从写周报开始，才算接触虚构文学的。但我水平一般，顶多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我们经理会写科幻，听经理汇报，你觉得啊，我们的未来是这个样子呀。我们经理刘慈欣，而且过周报也得开个会，各种会太多了，行政会议、销售会议，简称行会受会。经常快下班了说开会，我都纳闷了，是什么让领导一下班了就想到开会？是不是傍晚看见窗外的鸟儿回巢了？一会儿排成个开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会字。
而且开个会人都齐了，前10分钟再找那个投影仪的遥控器，我都能体会到老师那种生气，就是你一个人耽误大家10分钟。而且我们开会的精髓就在会那个字的写法上，就是上面一个人，底下一个云，所以我们人云亦云。开会好多都是废话，云半天都是白云。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，就是你说废话很难听，你说白云就可爱了很多。就是你不能说直接说领导说话像放屁，但你可以说领导你说话很拉风。恶劣的男的。所以方案经常一遍遍的重来，我感觉我们就是被困住的西西弗斯。前2天我在开放麦室，我说你们知道西西弗斯吗？有个哥们说知道，书店。而且方案失败的原因嘛，就是房间里的大象，大家也不能说，因为是大象叫我们来开会的。老板想融资，想用我们这条草船借鉴，但是投资人聪明，他聪明的跟曹冲似的，他很容易用这条草船称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几斤几两。但这些跟我们员工没关系，我们不想称象，我们只想抽象。领导非常生气，说这个年纪怎么能追求安逸呢？舒服是留给死人的。我在想，领导为什么叫自己死人啊？我就赶紧过去，我说领导怎么能这么说自己？晦气，打嘴。趁机完成了朝思暮想的抽象。而且一直开会就会产生历史级的灾难后果。我感觉皇帝的新衣就是皇帝穿啥，已经推了好多版的方案了，又熬到后半夜了，大臣们实在熬不住了。皇帝还在光着等下一身衣裳呢，大臣们说啊、这个好看。然后第2天小孩说，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。然后博主开启了精选评论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穿。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我叫高寒，然后没讲呢，笑啥？其实我去年参加过这个节目，导演说得讲有共鸣的话题，我上台第一个段子母猪的产后护理，因为我不想为了现场效果讲上海喜欢的东西，艺术永远不会妥协。今天跟大家聊聊 City Walk。不是，我还是讲农村。我家就在农村，我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养鸡跟种地。我觉得城里人不知道种地多辛苦。我朋友说他知道，他说他学过锄禾日当午，知道农民伯伯很辛苦。我说我从小种地，农民伯伯辛苦，农民宝不就不辛苦吗？就写锄禾日当午这个人绝对没种过地。1天24小时，你锄禾非得挑在正当午，你不中暑谁中暑？我不喜欢种地，但我们老师说你要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就得种地，所以我拼命学习。我作文写的比所有人都好，他们只会比喻的时候，我就学会了抄袭。抄这个作文选啊，我有一本作文选，一写作文我就选。我抄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，真的抄的太好了，给老师看激动了。老师说：“来，高寒，你到讲台上跟全班同学讲一讲，咱村哪来的马路？”那是我童年最尴尬的一天。我发现作文选里这些作文都是城里人写的，农村人抄不了。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没有马路；说坐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，没有公交车；说去敬老院给老奶奶献爱心，我没有爱心。不，农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献爱心。真的，我要是城里人的话，我肯定扶老奶奶。我扶完老奶奶，我都跟她说：“我说，哎，奶奶，麻烦你把你家老头和孩子找来啊，我给你们来一个全家福。”
所以这件事之后，我的梦想就变成了进城。初二，同学们都看《乡村爱情》，只有我看《小时代》，跟这些农村人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那他们在那儿，哎呀，昨天刘能跟赵四打仗太逗了。我说故里的人生都发烂发臭了。当时我对上海的了解全部来自于《小时代》。《小时代》开头第一幕，那个杨幂就说林霄的说啊，我叫林霄，我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。我信了。我说她是最平凡的，那上海人得啥样啊？2022年我来上海，2022年来的真是时候啊。我心目中的上海是来了就不想走，差不多来了不让走啊。跟《小时代》演的完全不一样，《小时代》里没说从机场打车到宝山得200块钱，下车我说，现在问题好像不是《小时代》，我得整点小鹅代了。第二天我坐地铁，《小时代》里没出现过地铁。不是故里不坐地铁我都能理解，林霄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啊？你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呀。小时代里没有这么拥挤的交通工具，真的太挤了。网上说什么上海人冷漠有距离感，根本不是。刚上地铁我就跟一个上海老爷爷贴了。那当时地铁一刹车，我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沪爷冲击。跟《小时代》完全不一样，《小时代》里他们住在市中心的豪宅，能眺望黄浦江。我住在郊区的隔断房里，我想跳进黄浦江。就我以为只要到上海，我就能从村里人变成城里人，没有，我变成了城中村里人。2个月前就花光了，就是我必须得离开。当时上海也可以离开，离开之前，我朋友他说要带我玩一下城里的游戏，玩密室逃脱。他说是一个校园主题恐怖密室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里面 NPC 不会要检查作业吧？我最害怕就是我一进去，那个 NPC 指着我说：“你告诉我，咱村哪来的马路？”那我就太害怕。结果我到门口，他跟我说这个门票得200块钱一张。我说我花200块钱进去为了干啥？他说为了出来。我说那我不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说你得进呢，这个能测智商，越聪明的人出来的越快。我说真聪明就不应该进去啊。我说这个密室的名字不会叫上海吧？那天我没玩这个密室逃脱，我去 City Walk 了，走到黄浦江边，看着东方明珠，我笑了，露出了跟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没有被矫正过的牙齿啊！我感觉爱上发达地区是人类的宿命。当年我太爷闯关东，现在我在这闯浦东。那天我过了很多条马路，我爱过马路，我过的不是马路，我过的是瘾。过马路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位老奶奶，我的青春疼痛文学的女主角。我差点哭了。我朋友问我，他说高寒你咋的了？我说没事儿，就是感觉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想到的谢谢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萍。感谢。
这是胳膊呢，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，高压电啊。然后现在视频发到网上了嘛，很多朋友看到了给我留言，说总感觉你讲到最后吧，得从衣服里把手掏出来。雪冰其实是我的真名啊，真名就叫雪冰，下雪的雪，结冰的冰，然后家里又姓梁。他们说这个名字吧，讲脱口秀不太吉利，一看就容易冷场。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给我发来消息问候嘛，哎，让我觉得吧，自己感觉快火了，我都有点害怕，我就特别害怕吧，这个梁雪冰火了以后，那化成了梁海源。也有朋友啊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啊，我说你懂啥呀？你看我有点胖，那我还接近标准体重呢。我跟你分享一个快速减肥的小妙招，好不好啊？他不要。比较第4轮了，确实比较幸运。哎，上轮其实表现的不太好，差点就淘汰了。好在是组队战嘛，哎，2个队友特别的厉害，带我飞，直接把我带进了第4轮。我们仨坐在那个晋级区的时候特别显眼，见过吗？一个杨过，2只雕。有朋友好奇我一个手的日常生活啊，有人问我怎么剪指甲，我就统一回复一下，好吧？其实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难啊，我得用2只脚啊夹着那个指甲刀进行粗剪，然后再用牙齿进行精修。后来出现了电动指甲刀啊，方便多了。哎，电机驱动那个磨砂轮，把指甲能剪得很那个安全又方便。而且用了电动指甲刀之后呢，就很少再拉肚了。啊、然后身边有好朋友没见过，好奇呀、我拿给他看，他都不会用，摆弄了半天，差点给我掰坏了。你2只手就是没轻没重啊。其实不光有电动指甲刀啊，还有电动雨伞。一般的雨伞只能打开，但是我没法把它收回来。啊，我要用的话，我就只能往肚子上杵。你赶上连续几天下雨吧，这个肚子受不了。我以为只有我这样，那后来发现有些2只手的人吧，他手伞也往肚子上杵，还留1只手玩手机。电动雨伞就是解决了这个困难啊！哎，它不光能自动打开，还能自动收回来，就是有点贵，哎，一个300多，但是贵有贵的好处啊，几乎不会丢。你别说不会丢了，雨小点我都不舍得用，雨大了我不出门。还有人问我怎么洗手啊，我说反正不是舌头舔。其实小时候还好啊，你可以找身边朋友帮忙，大家都愿意帮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你实话讲，现在有点难，尤其现在这个长相。洗手间里我跟人说，帮我洗个手啊，有点吓人。而且吧，其实普通的时候还好，拿水冲一冲就能洗干净。遇到那种有油污呢，比较难洗，尤其是手背儿，怎么办呢？我通常就顺便啊洗个脸，能理解吧？干净是干净，就是有点慢啊。后来呢，总结经验，增加效率，我就特意留了胡子，当刷子用，蹭手意料之外的好用，因为只需要很少的洗手液，它就能起沫啊。然后有人说这个我留了胡子以后啊，看着更凶了。我说那咋办呢？我总不能在厕所里面洗头吧？其实总有朋友啊，看完我演出呢，说我励志。其实实话讲，我不太喜欢，我更希望你说我好笑。我就感觉好像残疾人只有励志一个赛道，你很难听说残疾人躺平，残疾人内耗，残疾人不能内耗，残疾人甚至要治好别人的精神内耗。你感觉好像残疾人永远得正能量，我就感觉好像把10个励志残疾人啊串联在一起，能给城市发电。可能是因为受影视剧的影响啊，很多人啊会带着滤镜看残疾人。我就遇到过，有一次在饭店吃饭，隔壁桌有个大哥喝多了，非要敬我一杯，说兄弟啊，观察你半天了，你这个手怎么弄的？我说小时候淘气啊，经历这场意外。他说不可能，你上过战场吧？我赶紧解释，我说不是，就是意外，摸电，高压电。他听完以后更兴奋了啊，我懂，保密是吧？还是闪电战啊？我就感觉吧，他不接受一个平凡的我。小时候也是，总有老师啊见我第一面就非常笃定的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肯定学习好，啊，左撇子聪明嘛。”你就感觉好像我在四肢健全和左撇子聪明之间选择了聪明啊。有时候你甚至感觉老师拿我当鞭策别人的教具。
考试马上要交卷了，哎，老师突然来了一嗓子，说：“哎，你们抓点紧呐！人家雪冰一个左手都答完卷了。”我说：“这啥意思呀？啊，你别人都是2手答卷啊，一手一个笔左右开弓嘛，我都演不出来，你看。”哦，还有身边朋友啊，总给我推送一些世界残疾名人。哎呀，发过视频说，你看，尼克胡哲4肢都没有了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，全世界演讲。我说你给我发这干啥呀？啊，我没有他成功，就是因为我太完整了吧？还给我发那个海伦凯勒，说你看人家又忙又聋，都那样了，还坚持写作。还有霍金都那样了，还研究宇宙。你看现在有诺贝尔奖、普利策奖，我就感觉应该给残疾人设置一个单独的奖项，就叫都那样了奖。只要你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，才被别人说都那样了。你如果一事无成，就只能是就这样吧，那还能咋样？实话讲，我不讨厌这个偶像的力量，但我就讨厌别人总拿残疾人来鼓励我。以脱口秀为例，我的目标是呼兰、周奇墨，但你要非跟我说我的天花板是小佳，对不起啊，小佳，我知道你的偶像肯定也不是黑灯，是吧？就虽然我们仨吧，你看在一个赛道，但我就总觉得我比他俩跑得快呀。你琢磨琢磨。可能啊，我上了节目之后呢，也会有人拿我来激励别人啊。但是我想说的是啊，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3肢健全的脱口秀演员。感谢大家，我是雪冰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瑞，谢谢大家。第4轮大家写段子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就这些演员一天什么事也不干了，为了写段就是疯狂的挖自己所有的痛苦经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比赛是可以聊点轻松的话题的，我让人绑架过。用道德啊，用道德，因为我楼上有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这个孩子每天凌晨5点左右在楼上拍球。大家知道凌晨5点是什么概念？我都快睡觉了那个点儿。大家知道睡眠不好对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我是说孩子啊，我1米多已经非常够用了。太难受了，忍不了了。有一天我上楼去找过他们呢，我到那敲门，然后一个大姐开的门。我说大姐，我是你家楼下的，孩子天天这个点拍球，太影响我睡觉了。我说我都快神经衰弱了，你能不能管一管？大姐也挺客气，说来你管来。这份信任。有点突然呐。我凌晨5点不睡觉上楼应聘月嫂来了，这个 offer 当时我没有接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知道理论和吵架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我条理清晰的跟他说，我说大姐，咱都是邻居，天天如此确实会影响到我，你稍加管制，有点公德心。大姐说了一个跟整个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，她说你打我。我说咱们是要跳过所有步骤。直接开打是吧？大姐把脑袋递过来说你打我，我都懵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我说不用谢谢，我说就聊就行。但发现真吵不过，真吵不过。比如大姐跟我说，她说孩子这个年纪就这样啊，狗都嫌。希望是我敏感了吧？那时候我已经听不懂人话了。真的，大姐说这话让人特别费解。比如她面目狰狞的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你记住了啊，你也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的，就挺好的一句儿孙满堂的祝福啊。好，你知道大姐疯狂输出，我已经插不上话了，但她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，她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理解我？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容易吗？
朋友们，这话一听完，当时我气势一下就弱了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过他家具体情况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真该死啊！我跟人吵什么架呀？我说那孩子的爸爸，他说钓鱼去了。我说，我说谁家好人这个点钓鱼啊？他说他嫌吵。最后大姐给我扔下一句说：“你理解一下吧。”关门他就回去了。朋友们太生气了，能理解我那种憋屈吗？我太生气，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抱怨这个事儿，我说楼上太吵了，没有素质，还骂我。我没想到我妈站对面，她说：“你为啥不理解人家呀？带孩子不容易，孩子这个年纪就喜欢跑跑跳跳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这个年纪还就喜欢骂骂咧咧呢。”你拿这个劝我，我妈最让我生气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记住了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”大家听过这句话吧？远亲不如近邻，这个是元代一个叫秦简夫的人发明的。但你要知道，元代是没有小孩搁楼上排球的。如果当年秦简夫家楼上也有个小孩天天5点咣咣排球，秦简夫就不会发明什么远亲不如近邻这种话了，他肯定会发明点什么虽远必诛之类的。真的，他让我理解，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，这是俩概念。因为理解不需要成本，但接受需要。我天天不睡觉坐床上理解他们，定个5点闹钟，早上闹钟一响，打个哈欠，坐在床边抱肩膀开始理解。楼上可真不容易啊。他爸还钓鱼去了呢。你说我也不帮人管一管，我还是人吗？然后凌晨5点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说妈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楼上真的非常喂，我妈就挂了。就这个事儿得解决呀！当时我放下了我为数不多的素质，我上网搜了一个东西，应该有朋友听过啊，叫震楼器。当时我想的是我要报仇，上网看了一眼，好了得600多，我说10年不晚吧。然后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，我也买了个球，一个小篮球。朋友们，这个仇怎么报？就得用80K 的报。啊？什么 ？basketball 篮球？这叫什么？以暴制暴。朋友们，这个是我入行5年以来写过最有文化的一个梗了。当时我凌晨4点下的单，4点半就给我送到了，如此快速怎么实现？美团闪购才是答案。这钱算咱们一块挣的，你说一个。他不是凌晨5点往下拍球吗？我4点半往上扔球。朋友们，这个报复方式有点累。它属于伤敌1000自损800那系列的，因为你每次不仅要保证力度，你还得保证能接住。你要是没接住，楼下就上来了。那不成伤敌1000自损1600了吗？但是我想过应对方式，比如楼下真上来找我砸门说你干什么？你小点声。我说你信不信？不是我拍的，但我知道是谁拍的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然后一边上楼一边给他分配任务。我说一会儿啊，大姐会有2个诉求。我呢负责管孩子。那我呢？我说你动手能力强不强？真的，我觉得现在生活很累了，每天有那么多事要理解。朋友们知道吗？当你不顾自己的感受，一味的理解别人，过度理解是一种病，叫 GDLG。过度理解的首拼呢，就是。就你想想，生活中但凡用到理解这个词儿，就已经注定不是一件好事了。我没看过任何好事让别人理解的。
你说我们比赛站几个观众说我们要给你投300票，你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然后你通知我们说下一轮张绍刚老师有事来不了了，大家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这块是因为写不出来了，张老师你理解一下吧。我是觉得理解这个词儿放哪儿都不好听，为了让大家理解说理解这个词儿有多不好听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你比如说我们的领校员李宇春老师，咱们管李宇春老师叫春春多可爱呀，你管他叫理解好听吗？也好听，叫什么都好听。我是觉得你能自发主动理解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儿，但是咱们的感受也同样重要。如果大家觉得什么时候违背自己意愿了，可以说出那句话，就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。这句话没好使，你可以试试另一句，你打我呀！感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，你们好吗？谢谢。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是准备当爸爸了嘛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真没什么心思创作，我就想等着宝宝出生。直到上周，我在小某书刷到一篇帖子，说震惊，某月子中心跑路。我转给我老婆，我说你看看什么世道啊，月子中心都能跑。我老婆说对呀，得亏咱们在北京生。我说这家就是在北京。我老婆说还好咱们是在朝阳区。我说这家好像也在朝阳，真巧啊，装修风格也像。还好咱是不好，月子中心跑路了。我俩当时都很着急，我老婆急得开始胡言乱语了，说月子中心跑了都怪你，刷什么小某书啊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当时也做了错事，我当时赶紧给月子中心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位女士，很温柔，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朋友们，人在受到刺激之后啊，大脑是会自我欺骗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没电了，因为座机呀很容易没电。我又给那个店长打电话，幸好没有关机，是空号。Sorry, the number is there， 是空号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人去楼空，月子中心已经去中心化了。当然他们走得很急，墙上还挂着那个金牌月嫂的照片。我说这个金牌不会是短跑金牌吧？我一共交了35000块钱。本来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，孩子没起跑，起跑线先跑了。大家想笑可以笑出来，我已经失去月子中心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。但很幸运，很幸运，我在接待处的那个手推车上发现了3包纸尿裤，很贴心啊，一定是怕我眼睛尿尿。我说这个月子中心厉害啊，没有服务，但有3包。其实当时挺后悔的，因为我当时就是被那些销售的话术给蒙蔽了。因为那个店长说，只有企业的中高层会选择在这里生。这种话中高层听了没感觉，底层听了立马就把钱交了。交完钱当天就给我拉了那个对接群，群名叫至尊豪华 VIP 专属待产群，感觉我们要生一张披萨。我6月初的时候还在群里说，我说我老婆预产期可能会提前到7月初。店长很积极，好的，我们时刻准备着。我以为是客套，时刻准备着，这不是全员加速中吗？这不是。
我不是个例，我上网搜了一下，6月份全国范围内有好多跑路的月子中心，我也是没想到全部集中在6月跑路。我宣布啊，6月以后就是咱们国家的闰月。你知道出事之后群里就没人说话了，我想质问他们，但又怕激怒他们，不给我退钱。刚开始我在群里试探，我说在吗？不回。我说你们真的要离开吗？不回。发红包领了，不回。那个群现在是我的文件传输助手。现在我彻底放飞了，我天天在群里发语音，骚扰他们。我模仿岳云鹏，我说还会再见面吗？月子，再见面你得还我钱呀！月子，月子。疯了，这是真疯了，崩溃了。同行听了我的遭遇之后很同情，说：“哎，你小子又要有素材了。”我宁愿没有这个素材，我一个人倒霉就可以了，家人是无辜的呀。哎，有时候真的感觉命运帮我把妻子、段子和月子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。有段子，妻子就没月子；有月子比赛，我就没段子。但我没得选，为了比赛，我只能写段子，是吧？遇上骗子，写点段子，给你们找点乐子，然后接点广子，圈点园子，才能养活这一家子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如果这是春晚，咱们现在应该包饺子。是的，没了月子，我成了疯子。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。就在昨天，我们找到了新的月子中心。我老婆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。她说：“这么好的素材，你要是讲不好，你就滚出这个家。”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其实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了。在找新的月子中心的时候，我也学会了，我都先去天眼查风险，但天眼查办会员才能查。不太敢，我怕他们也跑路。后来我是先拿企查查一查天眼查。你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影响我，我更害怕影响孩子。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，他就经历了暴雷，我以后就叫雷震子吧。咱们胎教第一课反诈啊！我觉得孩子生下来屁股上都会有胎记，我一看，哦吼，96110，很难不往最坏的结果想。他现在还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外面发生的事他肯定略有耳闻。我说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我说我是你爸，他说你怎么证明？他肯定心里留下阴影。老师让交学费，我可不交。学校跑了怎么办？我最多日结。我发现现在为什么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跑路？开发商、理发店、新能源汽车、美容院，感觉跑路还挺爽的，是吧？不然违约为什么叫爽约呀？哎，我真的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博洋。给不了解的解释一下，张博洋是我们脱口秀行业知名的跑男。都在跑，你怎么防啊？你不知道哪个雷会爆，想投诉电话还是空号，手机打没电了用个充电宝，充电宝也爆。我说这个充电宝上没有3C，但我心里有无数个 C 呀。咱们社会上不是提倡诚信是金吗？啊，我觉得金子没有诚信贵。你看金子现在900多一克，诚信你给我上了一克。现在诚信价格太高了，3万5我都没买到，我诚信不起了。我想咱们能不能把诚信的价格给打下来啊？以后诚信就不是金，诚信是铁，诚信是钢。不说实话我憋得慌。最后我想说点实话。截至目前，月子中心还没有退我钱。
我真心的希望月子中心的老板下半子你能平安顺遂。我现在不光期待孩子的出生，也牵挂着老板你呀，你这个出生。谢谢我非常开心，谢谢了，谢谢。还是得有情绪呀。难接，大王难接。太能酸了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浩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湘文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哎，心里面都有一个当特工的梦想。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。哎，对，要经过重重的考核、选拔，万里挑一嘛。对，但是不知道自己行不行。我们可以试一次嘛，模拟一下。马上就要考核了，该击打。新来的，对，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，没错，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。好，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在下谭湘文。好，现在谁姓在了，大哥呀？姓谭嘛，肯定是谭湘文。我跟你说清楚，你看我们组织之前有个人，他们说他是夜里的魔鬼哦，他的代号叫做夜魔，好帅啊！而我的代号闪电的闪，飞鸟的鸟，像闪电一般迅捷的速度。你猜对了一半哦，是因为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的队友让我杀人，我都会跟他们说闪鸟闪鸟，都不容易。什么破代号了？猜对一半在哪里了？他这个名字不好啊，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。什么代号嘛？你觉得徐浩伦这也一般，晓得吧？我叫谭湘文，蛮好的，知道吧？代号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的枪法。你的面前有把枪，拿起它来，打靶，砰，10环，砰，9环，砰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什么？你不够稳定。我打得蛮准的，没有那么稳的人。有谁啊？一个真正合格的枪手，不会着急开枪。哦，他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。3、2、1，啪！5环，5环，5环！打到谁了呀？打到岳云鹏了是吧？你是？我比你稳定。稳定有什么用？5环打不死人，打不准了，大哥呀！枪法不重要哦，重要的是你的身手。我身手很好。什么叫唯快不破？一个特工，什么叫快？什么叫准？什么叫哼？你有狂犬病吧？你发病讲一声好不好啊？身体素质不错，我都没碰你，关身体素质什么事了，大哥呀？那你伸手扶老子一下会死啊？好，好了，伸手这关上你过了，这就过了。哦，伸手这一关只要伸手就可以了是吧？那可以，没问题。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任务，实战演练。对，好，但是在出发之前，出于你的安全考虑，穿上这件背心。传说中的防弹背心，纯棉背心，纯棉背心就不穿了，知道吧？纯棉背心穿它干嘛了？这是件红色的纯棉背心，有什么用呢？它不防弹呢？它可以让在中弹的时候你看不出来。你神经嘞！你是，我看不出来，我会痛了，我会倒下噻，我没有关系啊！你要知足。我怎么了？你看我穿的是什么？防弹的西装，防弹的领带，防弹的腰带，防弹的鞋子，防弹的裤子，穿的蛮好了，在这里啊。但是你啊，有一件质量相当好的红色纯棉背心，那能质量好到哪里去？你都是防弹的了，那个。他出发了。哎呀，不出发，我不出发的，凭什么了？啊，你一身的防弹就搞了，我这一件背心陪你搞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当成龙搞在这里啊？你不是有没有适合我的装备嘛？我穿着好吧，我穿着。这个柜子里面装的是我们组织里面最恐怖的武器。哦，去感受它那钢铁肌肤，嗅一嗅还残存的战争的硝烟味，去看，去摸，去嗅，是不是令你着迷？没错，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刘哥。刘哥是谁了，大哥呀？是个人啊，你疯了啊！我抓个男的闻半天，我变态呀，我是。刘哥是谁了？刘哥干什么的了？刘哥啊，是我们组织里面的炸弹专家。炸弹专家，他专门做螺蛳粉的，晓得吧？他是炸弹专家嘞，哎，我也可以。爆破专家了。时间部的人啊，可以出发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坐骑。
上车，上车。我上来了，来。我说刘哥，刘哥不上来了啊，超载了，知道吧？那你打车过去给你好了，报销。好了，好了，出发喽。到了，没到，没到，没到。好，这下到了。怎么老是没到了？什么摩托车了？这是？老子要换气不？什么摩托车要换气了，大哥呀？啊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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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去哪里？我这里不让停车的。不让停车也要停在这里，是吧？你陪我做任务了。说到任务啊，面前这栋楼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I can hear you。海绵宝宝，你是？准备好了嘞？你准备好，我又没准备好。那准备吧。在任务开始之前，我喜欢给自己来一针这个。这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肾上腺素。苹果醋。苹果醋有什么好打的了？你直接喝不快一些，打什么打嘞？啊，还尝得到酸味嘞，在这里。你要不呢？我不要。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进去？门口有个彪形大汉，我上去搞死他。不要着急，贸然行动会让你丢了自己的小命。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可以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武器。有枪？对，拿着，记住我跟你说的那些要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开枪会不会暴露我的位置？啊，聪明，但我可以让他无声无息。哦，消音器，调整呼吸，3、2、1，啪！我装了什么东西？声音这么大了，在这里啊？哦，装错了，装成喇叭了。装什么喇叭了？在枪上面？谁在枪上面装扩音器了？疯了吧？他死没死嘛？他有没有可能是被吓死的嘞？他是？他死了就可以了。下一步，我们要怎么进去这个门啊？告诉你一个成熟的特工会干什么？怎么嘞？开下门呢？你蛮有礼貌嘞，你还？敌人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他过不来了。我也进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放门口了。什么东西放门口了啊？是外面的暴力破门了，快点了！啪！没人了，没人就好不？有人不就死了？哎，闪鸟，闪鸟，过来，闪鸟，来。这里有一个倒立的花瓶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呢？谨慎是好事，但是过于谨慎会让你技术变形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自己吓自己。有没有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花瓶呢？是吧？里面有人？怎么可能有人呢？花瓶里面啊，里面有谁了？他乾隆呢？录款录里面录外面，我一般都是你仔细看清楚喽。是录款了，229号喽，228号啊，220怎么老在变这可能不是录款时间，这有没有可能是个倒计时呢？这有没有可能它是个炸弹？炸弹不炸弹了，好不好？螺蛳粉啊，你别动啊，这是一个水平炸弹。我晓得，你能猜是吧？我觉得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首先要感谢腾讯这个平台，效果文化传媒有有限。毛病吧你是？水平炸弹不是你说一番有水平的话，它就不炸了嘞！我跟你说。快点想办法拆了！我没办法，那就刘哥，刘哥能拆。喂，刘哥啊，我们他还没出发，他怎么没出发？你不喊他打车了吗？他排队，他为什么要排队呢？我只给他报特惠快钱。你无聊嘞，在这里啊！你给他打个专车会死的。我想到了，我是这样，我们两个现在都不能拆。我有个办法，就是我去接刘哥，你帮我拿炸弹。我帮你拿炸弹。啊，我帮你拿炸弹，你接刘哥，你还回来吗？我肯定会回来。肯定不会回来吧？真的是了，我手上没炸弹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走吧。反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。你走吧。我是一个孤儿。你走吧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从今天来，也从今天走。来，给我！哎呀，真的是服了你了，真是。那还不是？走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干嘛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过生日去了。你过生日拿我做庆祝啊，在这里啊，把我当蜡烛搞在这里啊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反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。那不正好？哎，错了，拆一下。这个炸弹啊，
捡红线我们活下的几率是50%，捡黄线我们活下的几率也是50%。那我2根一起捡，100%会炸，晓得吧？没这么算概率的啊。那就搏一搏，那就不管了。那不，捡出就炸了。没什么时间了。假如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1分钟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某个人去说？我想跟我妈妈讲，我以前还是有些叛逆了，未来没有我的日子你好好过，好吧？这是我的遗言，帮我转告给她。我不帮别人转告遗言呢，有什么话你自己亲口对他说。我把你妈妈叫过来了。你有毛病吧，妈妈？回去，走，好危险，有炸弹，妈妈快走啊！你解吧，你解吧。3、2、1。哎，捡对了，捡对了嘞！哎，闪你了，好厉害呢！怎么回事？哎，请问，蔡正文，哎呀，就炸死老子一个人啊！为什么炸死的不是我？你自己不清白是吧？你一生都是黄蛋的嘞，朋友啊！哎，抢救，对，抢救，快摁他2下，别打苹果醋了，没有用那个，你多按2下都活过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！炸的只剩件背心了，这背心质量太好了吧？人都炸没了，背心还在呀。没关系，你没有白白牺牲啊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们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任务。什么任务我都不知道，任务是什么？我就陪你骑个摩托车进门就被炸死了呀！你不是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吗？我没有代号啊，现在有了，有了。你是一个来自东方的英雄特工，对，冬阴功。神经病吧这是！哎呀！